3天没进米了，前胸都快贴后背了。是娘没用，你爹上山采药，又被钱三那帮恶霸把药楼抢了，回来还挨了顿打，家里再凑不出抓药的钱，小石和小何这2个孩子怕是……娘，您别说丧气话，弟弟妹妹有我呢，我这就出去想办法。大丫，你一个姑娘家，可千万别做傻事啊！都听好了，我靖北侯府招药必杂役，签的是死契。进门先给10两安家银，每月月银500钱，干得好另有赏。10两银子，月月还有500钱，管吃管住，这等好事，打着灯笼都难寻。弟弟妹妹的药钱有着落了，差事是好差事，可侯府水深，我这模样，万一被哪个主子看上，收作通房妾室，那才是把命搭进去。我还想多活几年，给家里挣钱呢。这副尊貌，神仙看了都得绕道走，万无一失了。我也愿意。世子，这批新进府的药笔杂役，夫人说请您过目，看有没有合用的。这就是靖北侯世子萧焕，听说他动辄打杀，满京城没姑娘敢嫁。老天爷保佑，千万别瞧上我这个药女。世子，夫人急着抱孙子，您放出中毒难有子嗣的话，挡了多少亲事？今儿也撂下话，无论如何挑一个回去冲喜。本世子还从没见过生得如此别致的，瞧他那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有意思。你叫什么名字？回世子，奴婢叫蒲大丫。人丑，名字也土。不过丑的这般节制，倒省得我娘再往我院里乱塞人。就他了。啥？我？世子，您当真要留下他？怎么，不成？成，世子瞧着顺眼就好，老奴带其余人下去。世子这眼光，几时变得这般独特了？明明我扮的最丑，咋偏偏就把我挑出来了？怎么，不愿意留下？看来本世子这凶名传得够响。没有，要是说了实话，怕是要被这位阎王世子当场打杀。长安，给他安排个住处。是。傅大丫，跟我来。满院人都嫌她丑，偏这丫头那双眼睛藏着金光，不像个安分的，有意思。乖乖，这靖北侯府可真气派，连下人住的屋子都这么敞亮，这被子不光是新的，还是新棉花絮的呢，软和。往后这就是你的屋子，平日听差，做些煎药杂役的活计，这2身皆是发你。滑溜溜的，这料子赶得上镇上地主人家小姐穿的了。这不过是府里寻常要蜜的衣裳，换上吧，把脸也拾掇干净。这丫头丑得彻底，脑子也实楚，倒是适合搁在世子身边，省得那些有心思的往里钻。得好好当差，千万别惹恼了世子，这好日子才能长久，弟弟妹妹的药钱才有着落。这斑这痣可万万不能露馅，变药如变人，7分看3分闻。这变毒验毒的本事是我安身立命的根，可怀璧其罪，越有本事越得藏着掖着。先苟着，攒够了银子就走人，旁的一概不掺和。世子，都安置好了，你亲自去查查这丫头的底细。府里几时招过这般丑的药婢，偏又送到我跟前，别又是哪房的人换了路子。世子多虑了吧？那丫头实诚得很，瞧着没半点心眼。让你去就去。是。这丫头长得是磕碜，可瞧这手脚利索的劲儿，倒真是个勤快的。哎呦，你咋还爬上去了？不爬上去，这上头擦不干净嘛。你是想砸死本世子吗？世子饶命，我不是故意的。
世子，那丫头的底细查清了，家世清白，爸妈都是青石镇外的药农，底下还有一弟一妹都病着，这回卖身就是为了凑弟妹的药钱。一家子老实人，常被村里恶霸欺负。倒是这丫头是个不肯吃亏的，3天2头跟人打架，看不出还是个泼辣性子。世子，就算她清白，依属下看还是早些打发了吧，再留着迟早把您气出个好歹，也把属下累死。好不容易遇上个清白的，正该留着，省得二房那些人又往我院里塞耳目。上回二房在我吃室里动手脚的事，你忘了？属下记着。乖乖，这靖北侯府也太有钱了，世子一个人就吃这么一大桌子菜。用过晚膳了？啥？还有晚饭吃？你嚷嚷什么？1日3餐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还一天吃3顿？你在家不是1日3餐？咋可能？我们家一天只吃1顿稀粥，逢年过节都难得见着一回干饭。要是断了粮，就只能上山挖野菜。过来，这些菜赏你了，慢些吃。往后1日3餐你自去厨房用，不够让厨房给你添。谢世子。这世子瞧着也没传闻里那么坏嘛。用完膳就来伺候世子洗漱，手脚麻利点。世子，奴婢伺候您坐足。你这是要做什么？还不快松手！世子，我真不是故意的，谁知道这一下就给您拽下来了，说明您该好生练练身子骨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滚远点！本世子上辈子定是欠了你的。世子息怒，这丫头头一回当差，没个轻重。世子，要不奴婢给您揉揉腰，我这手劲可大了。免了，本世子这把腰可经不住你那大手劲儿。这药味儿不对，底下压着一股子又腥又涩的味儿，寻常温补的方子里断不该有这个。这是……你闻什么呢？没什么，奴婢瞧着药熬的火候差了点儿。方才那一瞬，他眼神不像装傻，这丫头懂药。下去吧。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一个药女，操这份心做什么？可那味儿，我跟着师傅变了那么多年毒草，断不会错的。那是要人命的东西，一日一日慢慢熬干一个人。那股腥涩气，分明是千秋一类的慢性毒，少量入药，日积月累，伤的是五脏根本。天底下哪有这样温补的方子？不行不行，这是侯府主子的事。我一个签了死契的药包掺回进去是要掉脑袋的，装看不见，装看不见。可世子今儿赏了我一桌子菜，罢了，明日寻个由头，旁敲侧击提一句，提了我就当尽了良心。若那药里当真掺了慢毒，单凭这几味解药引子远远不够。可若能先验明白是哪一种毒，兴许还有得救。世子，奴婢斗胆问一句，你那温补的汤药喝了有些年头了吧？自北疆回来喝了2年有余。怎么？那您这2年是不是总觉得身子发虚，手脚发凉，时不时还咳2口血？太医却查不出病根。你怎么知道？因为您这哪是什么病根，您这是中了积年的慢毒，那药里头有问题。你方才说什么？毒？再说一遍，什么毒？世子，奴婢小时候跟一位走方的师傅学过几年变药验毒，您那汤药里，奴婢闻着压着一股生涩气，是慢性毒的味儿。空口无凭。那奴婢验给您看。您瞧，银针变色，寻常温补的方子断不会这样。这药里掺的是千灸引一类的慢毒，量极小，混药里回不知鬼不觉，日积就月累，人就跟油尽的灯似的，一点点熬干。太医查不出，正因它藏在不要。好一个温补，本世子喝了整整2年。世子，这是谁干的？这丫头扮丑藏拙，深藏不露，如今又一眼验出本世子的死结，是敌是友还得试。你既验得出，可解得了？解得慢慢来。先用药把毒性压住，把您亏空的身子补回来，再一点点往外拔毒。可眼下最要紧的不是解毒，是什么？是揪出下毒的人。
毒在药里，要从厨房药房一道到经手，还能日日往您碗里下毒，不揪出来，奴婢解1分，他下2分，神仙也救不回。说得好，从今日起，这件事只你我3人知道。你替我验毒配药，暗中盯着这碗药的来路。那世子，这活儿担着掉脑袋的风险，奴婢斗胆，能不能加点月钱？查出下毒之人，本世子重重有赏；查不出，你我都活不成。那奴婢这就去给您配药。我说蒲大丫，你这哪是药笔，分明是个小药师。嘘，长安大哥，这话出了正门，咱俩都得没命。这副是压毒固本的，世子先喝着，7日见效。记着，得是奴婢亲手熬、亲手验过的才能入口，旁人借手的一概倒掉。世子，您这气色……手脚回暖了，胸口那股郁气也散了。2年了，头一回觉着这身子是自己的。这丫头救了本世子一命。蒲大丫，本世子问你，你这一身变毒的本事之外，可还学得了旁的，比如拳脚？拳脚？世子要教奴婢功夫？一脚能把事摔翻，荒废了可惜。学得好，每日多给你20个铜板。20个铜板，学这功夫我学定了。明日卯时，演武场先扎半个时辰马步。扎马步就给钱？这世上竟还有这层美章？他天生神力，这身蛮劲若调教好了，既护得住自己，本世子身边也多个信得过的人。还有，验毒配药的事，半个字都不许漏。从今往后，你不光是本世子的药笔，你是本世子的人。姨娘，那位爷这几日气色渐好，听说连药都换着花样喝。好端端一个药罐子，怎么突然就硬朗了？是哪个多事的坏了好事？给我盯紧他院里那个新来的丑丫头！站住！你就是世子院里新来的那个，跟我来，我家姨娘有话问你。我又不认得你家姨娘，凭啥跟你走？别敬酒不吃吃罚吧，这银子拿着。世子近来见的什么人，喝的什么药，身子是好是坏，你一五一十说与我听，往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成啊，这就对了，快说。世子每日啊，吃饭、睡觉、练剑，完了。就这，不然呢？我一个扫地的，主子的事儿我哪知道？银子我可收下了，多谢啊。你个贱婢，拿了银子还敢耍我！你推我，那药材可是世子要用的。没有，你敢打我？我可是冯姨娘院里的人。冯姨娘院里的人就能拦到，还动手推人？谁先动的手，大伙儿都瞧见了。哼，看你枉的敢嘚瑟。不过这冯姨娘上赶着打听世子的病，莫不是跟那碗毒药有干系？世子那毒是经年累月喂出来的，下毒之人必是能日日进他药食，又盼着他死的。二房处处惦记世子的病，这线头我得悄悄替世子攥住。装傻，我在行。钱三，这要是给我儿子治病的，你不能抢！就你这病秧子一家，也配采药挣田？识相的，把药篓和钱都交出来！住手！哟，卖去侯府的丫头回来了，怎么没被人打死啊？哎呀，走着走着！大丫，别打了，打出人命要偿命的不值当。钱三儿，今儿我给我拿个面子，再敢上我家撒野，我就扭送你去见官，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滚！娘，这是这月的工钱，您收着抓药。小时小何，姐给你们换个方子。你们这病拖久了，是寒湿入腑，先前的药太燥，越喝越亏。姐，你在侯府过得好吗？好着呢，顿顿有肉。等姐攒够了钱，接你们都去城里看好大夫。翠环吃了亏，断不会善罢甘休，8成回去搬救兵了。我得赶紧回去，
世子那碗药还等着我验呢。就是他，给我抓住这个贱婢，往死里打！光天化日，你们想干什么？往哪儿跑？今儿个姑奶奶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好你个翠环，光天化日带这么多人围殴，这是要置我于死地！不行，我得寻个有主子在的地界。世子，救命啊！顾大丫！完了，我脸上的药粉怕水，这一泡沈斑黑疤全得冲掉，我这真容要露馅了。假的，这丫头脸上的丑竟是假的。他摸到了，他已经摸到了，这可如何是好？我这脸做什么？水里有鬼！世子，您先别看我，我这脸见不得人。世子恕罪，是这贱婢冲撞了您，还想推您下水。本世子的人，几时轮到你来发落？这笔账，回头再跟你家姨娘算。方才在水里，你舞的那般紧。蒲大丫，你这张脸上是不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奴婢就是怕这丑脸吓着世子。这丫头脸上的斑沾了水，边缘竟有些发花。再瞧那颗痣的位置，比头几日又挪了挪，有意思。本上子倒要看你装到几时。说吧，翠环那群人为何追打你？回世子，是冯姨娘院里的翠环，先前拦着奴婢，塞银子打听您的起居，奴婢没说，她恼了动手，奴婢打了一架，今儿就跟她带人来寻仇。这碗毒药怕是跟二房脱不了干系。世子，夫人传见，冯姨娘恶人先告状，告到夫人那儿，您把蒲大丫交出去发落。完了，恶人先告状。怕什么？随本世子走一趟。母亲唤儿子前来，所谓何事？恒儿，冯姨娘说你院里新来的药婆把翠环打成了这样，可有此事？世子院里的人好大的威风，连姨娘房里的丫鬟都敢往死里打，这要传出去，外人还当咱们靖北侯府没了规矩。回夫人，奴婢昨日提着世子要用的药材过花园，是翠姑娘拦住奴婢塞银子，怕桂婶进来进来见什么人喝什么药，身子是好是坏，奴婢不知道，便动手推搡，还撒了世子的药，奴婢这才与他撕扯起来。胡说！翠会打听这些？哦，打听世子的起居药食。翠环，可有此事？没有，夫人，是他血口喷人。没有，一个姨娘房里的丫鬟3番5次打听本世子的药，是何居心？当着本世子的面动本世子的人，是没把本世子放在眼里。夫人，世子如此偏袒一个贱婢，您可要为车身做主啊！我靖北侯府的世子的药食，几时轮到一个丫鬟来打听？翠环，你背后受了谁的指使？夫人饶命，奴婢是一时糊涂。来人，将翠环拖下去，掌嘴20。冯一环，你管教不严，回去抄写家训10遍。方才那番话条理分明，滴水不漏。蒲大丫，你这傻样是装的吧？世子说笑了，奴婢就是把实话说了一遍。实话？翠环塞银子打听本世子的药这一节，可比你与他打架要紧得多。他背后是冯姨娘，冯姨娘背后会不会就是给您下毒的人？这丫头何止不傻，她这脑子比府里多少自诩聪明的人都好使。今日你立了功，说吧，想要什么赏？世子说话算话，那能不能把奴婢的名字给改了？叫大丫不好？再好听，他也不像个人名啊！村里阿猫阿狗都叫大丫二丫。你既懂药，又总在本世子药丸里打转，便叫阿林吧，茯苓的苓，一味安神固补的好药。阿林，比大丫强多了，听着就金贵，谢世子。为这世子赏的一个名字，这丫头眉开眼笑的，都比赏他银子还高兴。娘，怎么又还不是那位好大哥，他那药罐子身子近来竟一日好过一日，连翠环都被他护着打了。这般下去，世子之位可就稳稳是他的了。娘急什么？
外头不是都传他中毒伤身，子嗣艰难。咱们只要把这事儿做实闹大，他纵有天大的本事，膝下没个一儿半女，这世子之位也坐不安稳。你的意思是，儿子寻2个标致又会拳脚的美人，借口给大哥充美送过去。他若收了正好，他若不收，一个连女人都进不得的世子，可不就坐实了不能生育的传言？好主意，就这么办。世子那千钧饮的毒是混在温补的方子里，这方子的药材从采买入库到煎熬，经的人不少。可那味带毒的药引，必是有人在某个环节单独掺进去的。我得顺着这账册一环一环往回查，这位父子的来路记得不清不楚，有蹊跷。世子，这半个时辰还没到啊，我这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这才1刻钟，为了20个铜板，拼了！世子，您这不会是诚心报复阿林先前把您拽下水的仇吧？本世子是那等小气的人吗？您是。腿要沉，用腰胯发力，扫出去要快要稳。哦，我懂了，这不就跟在田里抡镰刀一个理儿吗？世子，您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这腿咋就这么不听使唤呢？得，世子又着了这祖宗的道了。这哪是教徒弟，分明是上辈子的债主上门讨债。张伯，那位父子每回都是同一处药商送来的吗？可不是，认准了城东回春堂，这都是袁姨娘当年定下的老规矩，说那家的药材地道。袁姨娘，这位姨娘平日深居简出，与世无争，怎么连药材采买的门路都是她当年定下的？师傅说过，最毒的蛇往往盘在最不起眼的草丛里，眼下还不能打草惊蛇，我得先攒够实证，再回禀世子。大哥近来身子大好，可喜可贺。弟弟寻了2位会些拳脚的美人，给大哥冲洗，也好晋升护卫，聊表心意。本世子院里不缺人，三弟的好意心领了。世子说的该不会是那个满脸麻斑的丑丫头吧？一个下贱要婢也配近身伺候？这2位姑娘可是会武的，万一世子遇着歹人，也好搭把手。巧了，三弟不信，你便与这2位姑娘比划比划，赢一个赏你1两银子。1两，成交。哎呦，你个贱婢，竟敢谋害主子！来人！三弟切磋比试，难免误伤，更况他才学了几日功夫，分寸拿捏不准也是有的。三弟还是先扶冯姨娘回去歇着吧。告辞。世子，您可算出了口恶气，阿林这一脚扫得真痛快。这丫头往本世子身边一站，多少年了，没这般痛快过。世子，我是赢了1个还是2个？是不是该赏2两？给你2两。财迷。奇了，世子打北疆回来，眉头就没松过，如今对着这丑丫头，倒像换了个人。世子，越是这样的人，越要留神，那毒下的又稳又狠，没个10来年的隐忍做不到。袁姨娘父亲的妾室里，就属她最不起眼。进府20年，从不争不抢。城东回春堂，本世子要亲自去会一会。长安，备马，悄悄出府，不许声张。世子，您身子才刚健好，万一路上有个闪失，要不奴婢陪您去，也好替您验毒变药。也好，多双眼睛。世子不对，这条街太近了。萧恒，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世子小心，有刺客！跳出来了，本世子正等着呢。果然有埋伏，这哪是什么药商有问题，分明是有人借着引世子出城，要他的命。世子，你嘴角流血了，你这是救毒未清，不能再动气血了。无妨。都别过来，谁过来我跟谁拼了！世子，趴稳了，我背你走。
压到本店子的剑伤了。世子，你就忍忍吧，保命要紧，剑伤算个啥？不好，动了气血，剧毒翻涌上来了。世子，您撑住！你做什么？应急的解毒药，没工夫煎了，我嚼碎了给您敷上，喂下。世子，眼下顾不得那些规矩，您忍着点儿。阿莲，你这是第2回救本世子的命了。世子，您可得记着这2回的赏钱。扮丑、藏拙、懂毒，舍命相护。蒲大丫，你究竟还瞒着本世子多少事？世子，阿莲，你们在哪儿？寒儿，你这又是遭了谁的毒手？自打你从北疆回来，怎么3天2头有人要你的命？母亲莫忧，儿子无碍。多亏阿林拼死把儿子背了回来，又会些变毒救急的本事，才捡回这条命。难为你一个小丫头。来人，赏，回头让账房多给阿林些银子。谢夫人。阿林，你那瘦瘦小小的身板是怎么把世子背回来的？那一路我都追不上。那是我天生神力。阿林，夜深了，屋里没旁人，你那张脸上的东西也该卸了，透透气了吧？世子说什么呢？奴婢这脸生来就这样啊。生来就这样？那这儿是什么？世子饶命，奴婢不是有意欺瞒，奴婢扮丑只是怕被收作妾室，在这深宅里活不长。果然，世子，奴婢这张脸招摇，求世子准奴婢继续扮丑，奴婢只想安安生生当差，挣钱养家。扮吧，继续扮你的丑。这般颜色，本世子可舍不得让旁人瞧见，藏着，只许本世子一人知道，也好。世子，那批刺客，属下查到他们出城后往城北去，就没了踪迹。不过属下瞧那刺客头目有点眼熟，像是在冯姨娘院里见过。若真是的，何苦用自己院里的人？冯姨娘，她生怕旁人不知子是傻子。世子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栽赃冯姨娘，真凶另有其人。这毒下了2年，这刺客又来得这般巧，下毒的行刺的，只怕是同一双手。阿林查到，药材采买的门路是袁姨娘当年定下的。袁姨娘，那位与世无争的袁姨娘，越是与世无争越可疑。继续查，别打草惊蛇。阿林，过来。世子，奴婢这般敷得牢着呢，掉不了。本世子又没说要看，往后你贴身伺候本世子的药，旁人配的、经受的，一概不许入口，记下了。记下了。世子，您是不是查到下毒的人了？你怕不怕？怕啥？您给我撑腰，我给您验毒，咱俩一块儿把那下黑手的揪出来。这丫头，倒比府里那些人都靠得住。阿莲，本世子若说下毒行刺都是同一个人，且这人在府里藏了20年，你信不信？20年？那这人是冲着世子之位来的。世子，您天天喝着我验过的药，那毒手迟早还要再伸过来。所以本世子要将计就计，先让他以为本世子还蒙在鼓里。就这么个丑丫头，仗着大哥撑腰，敢扫翻我娘和三哥？听说大哥身边的婢子功夫了得，来，给本小姐表演表演。四小姐，阿玲正练功，恐怕不便。你个奴才也敢管主子的事儿？退下，跳，给我跳快点，跳不好扒了你的皮。连长安大哥都被他使唤得跟孙子似的，世子又不在，这位四小姐惹不起。偷懒，再偷懒，我让人把你打死！四小姐，奴婢实在跳不动了。
他让你死你就死，萧逸，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动本世子的人？大哥，这贱婢规矩不好，我教教他而已。阿林，世子放心，姑娘是中暑加上劳累，歇几日吃几副药就好。本世子李府时怎么交代你的？世子恕罪，属下不是梅兰，可属下一个奴才，哪拦得住主子？再有下次，不必顾及身份，直接动手。小阿，往后谁再敢这么使唤你，不必忍着，本世子给你撑腰。这位传闻里的阎王世子，怎么对我越来越好了？你这狗奴才，走路不长眼，把本小姐的玉镯撞碎了。这不是我撞的，我离您还有好几步远。不是你撞的是谁？贱婢还敢狡辩！都住手！成何体统？夫人，这贱婢撞碎了您赏我的玉镯，还想动手打我。不过一只镯子，母亲，儿子陪四妹一只便是。世子，那镯子真不是我撞的，他们诬陷我。住口！恒儿，你这婢子越发没规矩，送去崔嬷嬷的教养院学些规矩再回来。是，母亲教训的是。明日儿子便送她过去。哭？你平日那机灵劲儿哪去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主子顶嘴，你有几条命？他们冤枉我，您不是说受了欺负可以打回去吗？打回去也得讲法子。他们存心设局，你第一时间该想神政，该来寻我，而不是跟他们对掐，叫本庶子想护你都没了由头。那我去学规矩，那1万两玉镯钱得还到哪年啊？不用你还，崔嬷嬷那儿本庶子打过招呼，叫她不许难为你。去，把萧琪屋里的首饰衣裳全给本庶子毁了。月钱也停了，他不是爱摔东西吗？本庶子让他没东西可摔。旁人都歇了，就你给我接着端着水盆站着，站不直别想停。崔嬷嬷，凭啥就罚我一个？凭你站没站下，给我站着！好你个死婆子，分明是有人塞了好处，要给我下马威。世子说了，不叫人挑出错处，什么都做得。死规矩治不了你，那就别怪我使坏。哎呀，我不行了！少给我装死！起来！怎么没气儿了？世子让我来瞧瞧我们院里的人规矩学得如何了。人呢？常总管，他身子弱，站着站着就晕了。我们是来学规矩，不是来送命的。来人，把人抬走。世子，人带回来了。起来吧，别装了。世子，我今儿这事办得漂亮吧？没冲动，没顶嘴，就晕了一下，把那死婆子吓得够呛。漂亮，本世子都差点信了。这是给你的，屋里给你添了张带锁的柜子，银子搁里头，不怕被偷。还有，崔嬷嬷那儿别太张狂，有些人惹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晓得了。世子，我瞧着阿林不大适合扎辫子。你说的对。哪有这么给人梳头的？丑死了！这样，正好。丑不丑的刚够遮人眼，又不至于埋套了好颜色。世子，您这是嫌我太丑，还是嫌我不够丑啊？本世子是嫌你话多，还不快去当差？世子这是怕旁人惦记上阿里，又舍不得他真丑了去，这点小心思操的可真深。你是阿林？你怎么瞧着顺眼了不少？天热，把头发挽起来了。阿林姐姐，你今天真好看。你也好看。你叫啥？我叫春杏。阿林姐，你胆子真大，敢顶撞崔嬷嬷。我不敢，我是因为老抬头看主子没规矩才被送来的，抬头看一眼都不行，这都什么破规矩？
春杏，你别怕，往后有我呢，谁欺负你，我替你出头。阿玲姐，你是头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眼睛乱瞟什么？想爬高枝的贱蹄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崔嬷嬷，我知道错了，别打了。住手！你有气冲我来，拿春杏撒什么气？哼，仗着世子撑腰，今儿个算他走运。春杏，你撑住，这伤脱不了，我去世子那儿取上好的伤药，你忍着点儿。阿玲姐，别为了我再去得罪崔嬷嬷。说什么傻话！你等着，我去就会。世子，你那烧好的金疮药还有吗？快给我！春杏被崔嬷嬷打坏了。春杏，我把药取来了，你怎么不等等我？人已经去了。他是我在这府里头一个朋友，他那么好，是我害了他。姑娘节哀，这就抬去城外乱葬岗。不行，乱葬岗都是没人认成的孤魂，春莲性子软，去了那儿要被欺负的。我要给他寻个好地方安葬。好，本庶子依你。春杏，你不是最爱这皂角香吗？姐留给你，你放心，害你的人，姐一个都不会放过。这个公道，本世子陪你讨。教养院，你别去了，回来住。世子，我要崔嬷嬷为春杏偿命，可空口无凭，我得拿到她虐杀人命的真凭实据。查到了，崔嬷这些年克扣丫鬟月钱，中饱私囊，前后逼死打残过好几个。春杏的事也有人亲眼瞧见。那天有个洒扫的婆子亲眼看见崔嬷嬷拿木棍打春杏的后背，那婆子塌地上，我是巡赏，一直不敢声张。够了，明日我要当着夫人的面把易庄庄算清楚。夫人，奴婢要告讲养院的崔嬷嬷，她苛虐丫鬟，克扣月钱，更将春杏活活打死，血口喷人。春杏是自个儿磕到了，与我何干？这是讲养院近3年的月钱账目，崔嬷嬷月月克扣，私吞入囊，这是被打残撵出府的丫鬟的证词。还有，这位嬷嬷亲眼看见崔嬷嬷用木棍打春行的后背，春行吐了血，当夜就没了。夫人明鉴，老奴不敢撒谎，那日老奴是亲眼瞧见的。够了，来人，将崔嬷嬷拿下，送交官府，按律严惩。春燕，可以安息了。今日宾客众多，你刚从教养院回来，万事小心。世子放心，奴婢有分寸。阿离，给本小姐这桌添壶茶来。怎么走路的？我教你的规矩都喂狗了，还不快跪下给主子奉茶？四小姐，您不是说像奴婢这等下贱胚子，伺候主子就该屈着膝，衣裳越少越好，最好露着，让人随便看随便踏，才显得主子尊贵吗？奴婢照您教的做便是。萧四小姐竟是这般教导下人的？我没有，这贱婢血口喷人。四小姐，您在教养院当着春杏姐姐和好多丫鬟的面说得清清楚楚，这么多人都听见了，您还赖得掉？侯夫人，这门亲事作罢，告辞。都怪你这贱婢，我撕了你！阿林方才那番话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清楚。母亲，四妹这般口传扬出言，再无人敢求取，更要带累咱们侯府清誉。依儿子看，他不宜在乐子京。来人，送四小姐去城外慈园清修化，不许踏出半步。春杏姐又替你讨回来一点。大哥，好久不见。听说大哥前阵子遇刺受伤，可恨我不在京中，否则定要将那歹人碎尸万段。老二弟挂心，若不知你在背后捅刀，倒真要信了你这副手足情深的模样。大哥院里怎么留个这么丑的丫头？回头弟弟给你挑2个标致的。不必。奇了，我学医多年，最会忘妻变质。这二少爷面色青黄，印堂晦暗，是常年亏耗之相，跟世子那将门之妻半分不像，倒像那深深出的袁姨娘，眉眼间那股阴郁有7、8分像。可这血脉体质骗不了我这双变了多年之后的眼睛，这里头定有蹊跷。世子，奴婢斗胆，那位二少爷的体质气色与您与夫人都不相类，倒像是另有出处。你的意思是？奴婢也说不准，只是行医的人讲究望闻问切，他这副底子怎么看都不像将门嫡出。本世子自北疆回来，便觉这个弟弟处处透着古怪，
如今连阿林都瞧出了血脉的破绽，难道20年前真有什么被瞒了下来？娘，我在北疆本想速战速决，立个大功回来，好压大哥一头，偏父亲不许，还骂我急功近利，把我赶了回来。娘，二少爷管袁姨娘叫娘，忍着，萧寒那毒下了这么些年，本该是个废人了，偏他命硬，可只要那东西还在，这世子之位迟早是你的。娘，那万一萧寒就赖着这世子之位不放呢？放心，娘隐忍了20年，起早布下了。等你父亲从北疆一回来，娘自有法子，名正言顺的把这位子挪到你头上。天爷，二少爷既是袁姨娘的儿子，那他这个嫡次子的身份是假的。只等今天的秘密被我撞见，我这条小命怕是悬了。世事不得了了，奴婢方才迷路，偷听到二少爷管袁姨娘叫娘，他们还在谋划您的世子之位。你说的可是真的？奴婢亲耳听见的，那还有假？世子您快松手，疼！怪不得他长得不像我，也不像父亲母亲，原来他根本不是我同胞兄弟。那20年前又去了。阿林，此事关乎身家性命，半个字都不许再对旁人提。本世子要去问母亲一些旧事。母亲，当年儿子出生后，二弟是隔了多久才出生的？你出生不久，你二弟就生了，只是他一落地就不会哭，险些没活成，把娘吓得魂飞魄散。那后来是怎么好的？当时娘大出血昏了过去，你二弟就先交给了稳婆，没多久就被抱回来了，会哭了，娘也放下了心。倒是袁姨娘与娘同一日生产，她的孩子没能救下来，生下来就没了气。他的孩子是怎么没的？那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袁姨娘怕冲撞了府里气运，没让葬进祖坟，埋在了城郊荒山。打那以后，她就深居简出，时常去佛寺给那夭折的孩子祈福，也是个苦命人。当年我那昏死过去的弟弟，定是在被抱出去的那一刻被掉了吧？二弟，大哥来晚了。20年了，你连个名分都没有，孤零零的埋在这荒山野岭。大哥，这就接你回家，有劳大师替我这苦命的弟弟好生超度。世子节哀。世子，那咱们就这么算了。袁姨娘和萧耀害死了真二少爷，又调包谋卫给您下毒，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死罪？算了，怎么可能？只是眼下咱们手里还没有铁证。袁姨娘隐忍20年，狡猾得很，打草惊蛇，反被他咬一口。这事儿从长计议，当年那个调包的稳婆是关键，活要见人，本世子定要把这条线挖出来。阿林，你弟弟蒲小时跑来报信，说你娘和你妹妹被钱三那帮人掳走了。什么？钱三他敢？他把我娘和小何弄哪儿去了？送去了城西一处宅子，听说是三少爷萧唐自钱三给他寻摸民女做妾，钱三怀恨你，就拿你家人抵了数。莫慌，本世子与你同去。大丫，你快走，别管娘，先救你妹妹！臭丫头，断了我的财路，今儿个你跑不掉了！我妹妹在哪儿？在里屋，三少爷正在里头。别怕，跟了本少爷，有享不尽的荣华。畜生，敢动我妹妹！姐，你个贱婢，竟敢打本少爷！你知道我是谁吗？小何别怕，姐来了，没人能再动你一根头发。这是20年前府里稳婆摇的摇牌，钱三一个乡野破妇，怎会有这东西？这背后牵着的究竟是什么？大哥，你竟为了个贱婢对亲弟弟动手！强抢民女为非作歹传出去，丢的是整个侯府的脸。来人，把三少爷醉酒受的伤好生抬回去，请冯姨娘送他去庄子上养伤思过。没本庄主的话，不许回京。姐，要不是你来得及时，都过去了。师姐没护好你们，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家。派2个人暗中守着蒲家，钱三背后牵着萧唐，萧唐背后未必没有更深的水。在水落石出之前，是绝不能让阿林的家人再出半点闪失。大丫，多亏了世子，这份大恩，咱们一家可怎么报啊？娘，您别哭，小何只是受了惊，没伤着根本。我开复安神的方子，喝几日就好。
这腰牌你从哪儿得来的？这是俺娘的旧物，俺娘年轻时在大户人家当过稳婆，后来不干了，得了好大一笔赏钱。世子，我想起来了，钱三他娘钱婆婆，我们村里都晓得，早年是给京城大户接生的稳婆，后来不知怎的，突然就发了笔横财，盖房置地。20年前调包的稳婆，踏破铁鞋，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世子，您是说，当年给夫人接生调了包的稳婆，就是钱三他娘？8、9不离10。长安，立刻去查钱婆子的下落，要快，更要稳，别打草惊蛇。阿林啊，你这丫头模样虽不出挑，可机灵忠心，又救过孩儿的命。夫人有件事想托付给你。夫人尽管吩咐。这事儿得委屈你些，我想让你近身照料世子。我恒儿这身子眼看是好了，可子嗣的事总拖着不成。你若能成事，夫人就做主正经纳了你，再为他张罗一门正妻；便是不成，夫人不成也不怪我，这银子不挣白不挣。可这事到底有点难办。世子，这是夫人给的，她安排我前来近身照料您的起居。哦，你答应了？夫人说了，不成也不怪我，要不您赏我个巴掌印，我回头就跟夫人说没办成。想让本世子帮你糊弄母亲，没门儿。这就是你的手段？我不是故意的。阿林，本世子问你，你心里可有本世子？有点喜欢，可也只是喜欢罢了。为何？我一个药婢配不上世子，就算当了齐王后正妻进门，有的是搓磨。我当初扮丑进府，图的就是个安稳，不想卷进这些。谁说本世子要你当妾了？我要娶的是堂堂正正的世子妃。阿林，你乖乖等着，这个名分我给你挣回来。世子，查清楚了，钱三他娘钱婆婆20年前正是府里临时雇来给夫人和袁姨娘接生的稳婆之一。事后她得了一大笔赏银，连夜回了乡，从此再没在京中露面。20年了，她还活着？活着，就是这些年疑神疑鬼，深居简出，像是怕什么人寻仇，怕什么人，怕的正是那个指使她调包，又怕她包，又怕她泄密，想灭她口的人。长安，悄悄把钱婆子护到安全的地方。这条人证是揭开20年旧案的钥匙，绝不能再叫袁姨娘的人先一步弄死她。属下明白。世子，光有稳婆一个人证人，怕还不够。袁姨娘那张嘴，一口咬定不认，咱们也奈何不了她。你说的对，所以还得有一样铁证。滴血验亲，只要验明二少爷的血与侯爷、夫人不相容，与袁姨娘相容，那就是铁证如山，谁也赖不掉。正合本世子的意。父亲不日就要从北疆回京，等他一到，本世子要当着满府的面，把这20年的烂账一次清算干净。姨娘，世子近来动作频繁，似乎在查20年前的旧事。还有，那个钱婆子被人提前护走了。钱婆子，这个废物留着始终是祸患。看来是时候请那位神医出山了。趁萧战还没回京，必须先把萧恒从这世子之位上拉下来。可那钱婆子被世子的人护着，一时下不了手。至于萧恒，只要他退了位，日后就算翻出什么，也无凭无据。去办。是。萧寒，这世子之位本就该是我儿的，这一局我筹谋了整整20年，绝不许败在一个药娘手里。这位是城外清虚观的玄机子大师。前几日我去上香，大师说我境北侯府近来煞气缠身，若不化解，恐有大祸。贫道夜观星象，见黑气盘踞，此乃求其必然，在于府上当家的世子杀伐太重，阳气大损，命数已亏，只怕此生难有子嗣，更难承袭爵位。世子，不对劲，这玄机子的骨相那是双眼睛，跟二少爷像得很。更要紧的是，他这哪是什么得道高人？我瞧他指节气色，分明是个常年沾欢心妓女色的俗人，连半点出家修行的清苦相都没有。这是个假道士。依大师之见，这煞气该如何化解？须得世子退位让贤，有一位阳气充沛、福泽深厚之人接掌侯府，方能镇住这血光之灾。世子，这分明是袁姨娘和那假道士串通好的，编排出来逼您退位的，太欺负人了。欺负人？不，这是他们自己把脑袋往本世子的刀口上送。他们急着逼本世子退位，说明父亲快回京了，他们要赶在父亲面前把生米煮成熟饭。可他们千算万算，算漏了2样：那假道士的来历和那滴燕青的血。世子若肯退位让贤，由二少爷接掌侯府，这血光之灾自可化解。此乃天意，万望世子莫要逆天而行。夫人，大师都把说到这份上了，咱们总得有在北疆立过战功，由他袭爵，谁当不是当呢？母亲，孩儿倒是愿意为侯府分忧，只是怕大哥心里过不去。既是天意，大师所言又句句在理。若当真如此，本圣子
甘愿退位。不过袭劫乃是大事，总得等父亲回京亲自定夺。二弟，你说是不是？这自然。二弟在北疆当真立了大功，父亲可是亲口夸过你。自然，父亲都夸我有将帅之风。放屁！父亲，您怎么回来了？本侯不回来是要任由你在这装神弄笑、欺瞒满府吗？你小子在北疆拿将士的性命当儿戏，几次三番冒进，害死多少弟兄？侯爷，您这是……父亲息怒，是儿子请父亲星夜赶回的。儿子要当着满府的面为一个枉死了20年的人讨个公道。这位二少爷萧耀，根本就不是父亲与母亲的亲生属公。玄志，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萧耀不是你母亲亲生，这等大事岂能信口雌黄？儿子若无凭据，断不敢当众污蔑母亲。当年您生下儿子后，二弟也随之诞生，可他一落地便不会哭，旋即被稳婆抱了出去。而同一日，袁姨娘难产，孩子一生下来就夭折了。父亲母亲，你们从未起过疑吗？世子，你为了保住世子之位，竟便做出这等弥天大谎，污蔑一个守了20年活寡的苦命人，我的生下就没了的。是吗？那这位你可还认得？这老婆子是谁？我不认得。20年前就是你逼着我把夫人那个昏死过去的二少爷跟你生的孩子调了包，你给了我一笔封口银，叫我远走他乡。可你不放心，怕我泄露，今儿拼着这条老命，非要把真相说出来。血口喷人！你这老婆子是被萧何收买了，信口喷吴！我喷吴你做什么？那昏死的孩子被你叫人活活闷死，扔在荒山，你的亲生儿子却顶着嫡子的名分，享了20年的荣华。袁氏，你的良心被狗吃了！我的孩子，我那可怜的孩子。袁氏，我自问待你不薄，你竟如此狠毒！父亲、母亲，别听这疯婆子胡言，我是你们的亲生儿子。是不是亲生，一验便知。侯爷、夫人，民女略通医理，古有滴血认亲之法，至亲骨肉之血入水相溶，非亲非故，则泾渭分明。当众一验，真假立现，谁也赖不掉。验！不容，果然不容！萧耀，你这个孽障，你根本不是本侯的种！不可能，这不可能！侯爷，民女还有一言，这位玄之子大师根本不是什么出家修行之人，他骨相俗浊，面带昏星，连戒斑都没有，是个彻头彻尾的假道士。而且他的面相与二少有至亲的血脉之象，民女斗胆请侯爷让他二人也滴一滴血。贫道乃方外之人，岂能参与这等凡俗闹剧？验！来人，按住他！血脉相融，这位神医才是二少爷真正的生身父亲。完了，全完了！好啊，好一对狗男女！你借着进府为妾，与这奸夫私通，生下孽种，又调包顶替本侯的嫡子，谋我侯府的爵位，还在本侯儿子的药里下了20年的慢毒。袁氏，你豪横的心肠！不错，是我下的毒。销魂这条命本就该是我儿子的，我筹谋20年，只差一步，只差一步啊！要不是你这个半路杀出来的丑丫头！来人，将袁氏与这假道士一并拿下，押送官府，一律严办。私通调包，谋害侯府子嗣，桩桩件件都是死罪。小环，你以为你赢了吗？你不过是个被毒气了5脏的废人，这辈子休想有子嗣！你们靖北侯府迟早绝后！堵上他的嘴，拖下去！我是二少爷，我是靖北侯府的二少爷。你算什么东西？在北疆，你冒进贪功，害死了多少本侯的好儿郎？本侯念你被那妇人利用，留你一命。来人，将他押送大理寺，听候发落。玄义，这些年苦了你了，是为父糊涂，被那妇人蒙在鼓里20年，险些害你丢了性命，又险些被夺了世子之位。父亲言重了，儿子只求真相大白，还枉死的二弟一个公道。我可怜的孩子，当年我生下的是双生子，我却不知道其中一个被换了，是娘没护好你们。这不怪你，是袁氏心思歹毒，与您无关。原来世子心里藏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秘密，平日里却装得云淡风轻。世子，都过去了，
往后您身边有我，有侯爷夫人，再不是一个人扛了。往后有你。父亲、母亲，儿子有一事相求，儿子想娶阿离，立她为世子妃。世子，恒儿，阿林虽好，可他一个药婢出身，这身份如何配得上世子妃之位？母亲，若没有阿林，儿子早已是个死人。袁氏下的那20年慢毒，太医束手无策，是阿林一眼验出，亲手为儿子解的。儿子2度遇刺，是他拼了命把儿子背回来的。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女子能这样待儿子。丫头，你当真会变毒解毒？我儿这毒如今可轻了。回侯爷，世子体内的积毒，民女一用药拔去了8、9成，余下的在调理时是死士便可尽除。届时世子身子康健，绝无半点妨碍。外头那些不能生育的传言，本就是当年世子未必暗刷自己放出去的烟雾，竟还有这等内情。恒儿，你这身子当真大好了。都好了，多亏了他。罢了，我儿心意已决，又有这般救命的恩义，这门亲事我准了。丫头，往后你可要好好待我儿。民女谢侯爷，谢夫人。世子，这是真的吗？我一个扮丑卖身的药婢，竟要当世子妃了？往后再不必扮丑了，我的世子妃要堂堂正正，以真容示人。二弟，大哥来看你了。如今真相大白，害你的人已伏了法，你不再是无名无分的孤魂，你是靖北侯府堂堂正正二公子，有名分，有归处。世子，二公子在天有灵，定能瞑目了。这枉死的二少爷，总算等到了昭雪的这一日。世子，这是最后一剂了，喝完再静养半月，您体内这20年的余毒就算彻底清干净了。好，从此以后，我这条命，这副身子都是你给的。世子又拿我打趣。阿林，这世子妃的名分，本世子说到做到。世子，那个我能不能斗胆问一句，我当了世子妃，是不是月银能涨不少？我还想接我爹娘弟妹进城过好日子呢。放心，你爹娘弟妹，本世子全给你接进城，好生养起来。世子，您可真是天底下顶顶好的人。阿林，哦不，往后该叫你世子妃了。你这一步登天，可还记得我这个长安大哥？长安大哥说什么呢？当初我刚进府，人生地不熟，多亏你照拂，这份情我记着呢。从一个满脸麻斑的丑丫头，到这靖北侯府的世子妃，这丫头凭的不是运气，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和一身藏不住的本事。阿林，母亲说你药婢的出身，在那些诰命夫人面前难免受委屈，她替你寻了一门像样的身份。什么身份？京城的沈太医是母亲的同宗远亲，膝下无女。母亲做主，你认你做沈太医的义女，出嫁名正言顺，再没人敢嚼舌根。可我爹娘怎么办？他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没人让你不认他们。沈家只是名义上的养父母，你的亲爹亲娘该认还认，这不过是个让你少受些白眼的法子。这就是阿林，瞧这眉眼，灵秀得很，难怪世子妃他不娶。世子放心，老夫一定把阿林当亲闺女待，日后出嫁，沈家备一份厚实的嫁妆，断不会让侯府觉得寒酸。难能长小小年纪，常来陪陪我这老婆子，也教教我那不成器的徒弟。是，义母。几个月前，我还是个为了几两银子给弟妹治病，往脸上抹药粉卖身为婢的农家丫头，如今竟有了义父义母，还要嫁给世子，当那高高在上的世子妃。师父，您要是泉下有知，瞧见您这不成器的徒婢有了今日，该多高兴啊！在想什么？在想往后的日子怎么这么像在做梦？不是梦，我会让他一直这么好下去。大丫，你如今要当世子妃了，是不是嫌弃爹娘穷，给你丢人了？娘，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嫌弃你们？认沈太医做义父，是世子和夫人的意思，为的是让我在侯府少受白眼。可在我心里，您和爹永远是我的亲爹亲娘。世子是个顶好的人，为你想的这般周全。大丫，你往后要好好待人家，别辜负了。爹，我晓得。姐，我和小石的病喝了你开的方子，全好了。大夫说再调养些日子就能下地跑了。好，等姐成了亲，就接你们都进城，住大房子，请最好的大夫，再不让你们受半点苦。姐，你放心，我会好好念书，将来也做个有本事的人，护着你和爹娘。大丫，
这是娘当年的嫁妆，本想留到你初改那日给你，如今你要当世子妃了，这镯子不值什么钱，可它是娘的一片心意，你收着。娘，这您留着自己，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这点心意你必须收下。娘，等我当了世子妃，就接您和爹进城享福，再不让您吃一天的苦。好，娘等着。咱们老蒲家祖坟上，总算是冒了青烟。大丫，是爹娘对不住你，让你受了那么多苦。爹，说什么对不住？一家人往后好好的，比什么都强。世子妃，请背诵内训第3章。妇德、妇言、妇容、妇恭，是为4德。太快了，哪有半分世家主母的端庄气度？慢一点儿，再来一遍。背书也太难了，我宁可去刨10亩地、验10坛土，也不想背这老脖子。世子，您怎么来了？路过，顺道看看你，规矩学得如何了？别提了，嬷嬷逼我背内训，背得我头都大了。早知当世子妃这么累，还不如当丫鬟自在，伺候好您一个就行，哪用得着背这么多书，学这么多规矩？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谁反悔了？我就是抱怨2句还不成？不过有件事得告诉你，下月初6是个好日子，母亲说那日办咱们的定亲宴。定亲宴这么快？不快，本公子等这一日等得够久了。这位世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撩人了？世子妃，该回去温书了。世子，您救救我，再让我躲一会儿吧。躲得过初1，躲不过15，乖乖去学，学好了规矩，往后没人能挑你的错处。本世子也好护着你。这就是世子要娶的沈太医义女，瞧着知书达理，倒也般配。听说还救过世子的命，是个有本事的。世子，都料理妥当了。袁世云的假道士玄机子已被官府定了死罪，萧耀在大理寺因北疆草菅人民冒立军功，判了流放。3少爷萧唐强抢民女的旧账被翻出，革了功名，圈在庄子上。4小姐萧莲、清秀、冯姨娘闭门思过。该清的这靖北侯府，往后再容不下这些蝇营狗草。是，也多亏了世子妃，否则这20年的黑幕，还不知要瞒到几时。累了，笑得脸都僵了。这么多夫人小姐，我生怕哪句话说错，丢了世子的脸。丢不了，你今日很好。阿玲，等成了亲，脸上的药粉就彻底卸了吧。本世子的世子妃，我要让全京城都瞧瞧我萧环的眼光有多好。世子，从前我扮丑是怕被人盯上，活不安生。如今有您在前头给我撑着天，我再不怕了。这才对，我萧环看上的女子，本就该堂堂正正、抬头挺胸的站在阳光底下。这盒药粉护了我大半年，从今往后再不必藏着掖着了。往后，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当初竟把这么个美人当丑货，差点没收。世子的眼光果然毒辣。真好看。世子又取笑我，从前嫌我丑，如今又夸我好看。从前嫌你丑，是怕旁人惦记上你；如今夸你好看，是因为你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本世子身边了。世子光顾着夸我正事儿呢，大婚的章程，我这心里头还一点底都没有。有母亲张罗，有本世子在，你只管安安心心当你的新娘子，别的都不必你操心。那当了世子妃，我还能继续行医配药吗？我这一身本事可不能荒废了。自然，我的世子妃文能验毒断案，武能扫腿揍人，是我萧恒鼎鼎得意的招牌。列祖列宗在上，当年错认孽种，冤了嫡孙，是萧战之过。今日特正本清源，萧环乃我靖北侯府唯一嫡子，世子之位名正言顺，再无人可撼。那枉死的次子也已正名归宗，入了族谱。儿子定不负父亲，不负列祖，守好这靖北侯府的清誉与忠勇。
老夫人这病不是寻常的体虚，是早年误服的丹药在体内积了毒。这方子先清毒，再温养，月余可见好。好孩子，你这一手辨毒解毒的本事，活人无数，是积大德的。靖北侯府娶你这样的世子妃，是天大的福气。师傅，您当年捡了我这个孤女，教我辨毒食药，我还总嫌枯燥，如今才懂，您给我的不是糊口的手艺，是安身立命、堂堂正正活着的底气。在想你师傅。若没有师傅教我这身本事，我救不了您，也走不到今天。他若泉下有知，见你今日，定会以你为傲。夫君，等大婚之后，我想开一间医炉，不光给侯府的人看诊，也给城里那些看不起病的穷苦人瞧瞧病。我从前就是因为没钱抓药，才眼睁睁看着弟妹遭罪。我不想再有人走我当年的老路。好，这医炉我替你救的人，我陪你一起救。我大丫今儿要出阁了，娘做梦都没敢想有这么一天。亲家放心，阿林嫁进侯府疼着，往后只有享福的份儿。娘，义母，我何德何能得你们这般疼？这是娘的念想，这是义母的心意。咱们阿林是穷养富养都金贵的好孩子。从前我扮丑藏拙，是怕在这世道上活不下去。如今我能堂堂正正以真面目示人，还有这么多人真心待我，这一遭值了。世子，您这会儿从晌午就飞到沈府去了吧？我都说了3遍了，您一句没听见。长安，你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世子，您总算熬出头了。是啊，也总算等到了他。世子，有件事您怕是还不知道，今儿城里都传遍了，说靖北侯世子要娶的是位会辨毒解毒、救人无数的女神医，百姓们都盼着明儿讨杯喜酒喝呢。哦，他这医名倒比本世子的世子之名还响亮些。那可不，世子妃这本事，这心肠，配得上。是，配得上。我只盼着明日快些到来。不是说世子要娶的是个不起眼的义女吗？怎么这般大的排场？管他是谁，瞧世子这架势，可是把那姑娘捧在心尖上了。世子，盖头要到拜堂入用房才能接呀！天爷，这哪是什么不起眼的义女，分明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今日真好看。就今日好看，日日都好看，可今日格外好看，因为今日你要嫁给我了。娘、爹、小石、小何、师傅，你们看，我们熬出头了。祝世子与世子妃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世子妃这般姿容，真是神仙眷侣，难怪世子顶着满京城的流言，也非她不娶。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儿子拜见父亲母亲，儿媳拜见父亲母亲。好孩子，快起来。好，从今往后，你便是我靖北侯府明媒正娶的世子妃。夫妻对拜。从一个扮丑卖身的药婢到靖北侯府的世子妃，从一个拖着满身毒装疯避祸的世子，到今日堂堂正正风光大婚，这一路真是太不容易了。爹娘，姐姐真好看。姐姐当了世子妃，我们是不是也能常来这么大的府里玩了？都能。你姐姐有出息，咱们苦尽甘来了。等忙过这阵儿，我就接你们都搬进城里来，往后一家人再不分开了。姐，这是我和小石攒了好久的零钱，给你买的喜糖，虽然比不上侯府的精致，这是姐收过的最金贵的贺。在想什么？就是觉得这一切太像一场梦了。几个月前，我还是个连饭都吃不饱，
往脸上抹药粉卖身的穷丫头，如今却成了你的世子妃，不是吗？别，我信了还不成吗？阿林，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不管发生什么，都有我在。我知道。世子，我一直想问，若当初我没有扮丑，你还会注意到我吗？会，不管你扮不扮丑，是美是丑，我都会注意到你，因为你站在那里，就跟旁人不一样。世子，夫君，我何其有幸，扮丑卖身，却卖给了你这么个顶顶好的人。傻丫头，是我，何其有幸，遇上了你。夫君，我有个心愿。说。我想把我这身变毒食药的本事好好传下去，教几个学徒，开一间医炉，让往后再没有像我弟弟妹妹那样因没钱抓药白白受苦的人。本世子早替你想好了，医炉的牌匾，本世子都已命人备下了。真的？本世子几时骗过你？多谢世子妃，您这变毒解毒的本事真是活菩萨。当初扮丑进府只为讨口饭吃，如今我不光有了家，有了良人，还能用这身本事救更多的人，这日子比我当初做梦还要好上百倍。亲家，真是托了您和侯府的福，我这两个小的从前病殃殃的，如今壮实的跟小牛犊似的。是阿林的本事，也是这孩子有福报。夫君，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都得熬过最难的那一关，才能等到这样的好光景？是，可你这一关熬得比谁都漂亮，扮丑求生，验毒救命，揪凶平冤，换了旁人早撑不住。那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我蒲大丫生来就不认命。夫君，你说我们的好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吗？会，我萧环用这一辈子跟你担保。